国政，为什么刚刚提到说中国跟俄国，俄罗斯就算，他为什么不去救这所谓的伊朗？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习近平他当时打的算盘是什么？你川普一上任之后，你的关税席卷了全球，大家都在骂你，然后想说好，你 G7 的时候你死定了。为什么？过去川普在 G7 的时候被各国骂翻了，他讲说啊，你这次 G7 你死定了。结果这次 G7 完全风云变色，主角不是川普哦，被骂主角是谁？都是习近平。所以现在中国跟伊朗是哥俩好一对宝，变成世界欧美国家的公敌，而且他现在完全是中了川普的离间计。大家本来以为这次 G7 七大工业国会上演2018年当初德国总理拍桌子，还有安倍，你看安倍晋三对着川普拍桌子，梅克尔拍桌子在呛川普，呛川普，他以为大家会骂他那个对等关税，让全世界股市暴跌，全世界市场大乱。习近平跟中国以为会上演这样的画面，结果今天这一场 G7 的结论竟然是大家一起来批判伊朗跟中国，就两个对手，一个是伊朗和中国，而且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还讲说，美国总统川普是对的，哇！整个4个月来酝酿大家想象的剧情完全不一样。他竟然在讲说什么？川普是对的，因为要提醒大家有新中国冲击，中国廉价货会卖到全世界，中国真的很要求，会害死大家低价倾销，包括汽车跟电池跟风力发电机。这是冯德莱恩讲的，是现在变成中国在世界造乱，而且中国更坏是什么？把稀土武器化，削弱供应链的把整个德国的供应链、欧洲的供应链弄得非常惨，把它作为谈判的筹码。比起关税，全世界更讨厌你拿稀土当武器。所以结论就是，整个7大工业国大家要一起对付2个国家，伊朗跟中国。所以整个本来大家以为会上演这个画面，结果完全部都在骂习近平、骂中国。对，那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本来中国是一手好牌。你看2月的时候，川普刚上任的时候，欧盟还讲说我在中美之间摇摆，然后冯德莱恩你看他现在他在骂川普是对的哦，那时候他现在在骂川普4月，这4月3号还2个月前哦，他说美国做法乱中无序哦，而且会让世界受苦，对等关税，大家都期待，如果这一次你也去拍桌子，大家不是很开心吗？结果2个月后完全2个月就变了，所以网友就说，大家跪得真快啊，这是一样，这 G7 的画面，2个在。美国总统川普跟那个英国首相斯凯尔，他们2个在面对媒体在签署文件的时候，川普的文件不小心还掉下去的时候，斯凯尔英国首相马上没有犹豫。那个文件多重要，那不是英国跟美国签署很重要的文件吗？川普就这样掉下来了，吓死了。斯凯尔是马上蹲下去捡，所以大家就说川普是故意掉下去了嘛，要在川普是角色太深了，就网友这样说嘛，但网友都看不下去了。可是你看到全世界都变了，本来大家都是以为要对付川普嘛，那结果完全变成是对付习近平。那为什么习近平会搞成这样？一手好牌打到输，全世界欧美国家都把他当公敌。你看他就是以为自己是叶问啊，你本来就跟美国一起单挑，你单挑川普就算了，变成怎么样？你一个要打10个，你是叶问哦。结果你本来是以稀土为筹码，弹性施压中国的，以中国稀土可以牵动美中的博弈啊，结果他真的是风光一把。大家都知道中国稀土很重要，中国稀土全世界都很重要，结果他威胁全世界嘛，全世界都买不到稀土嘛，结果继续就供应。结论是什么？关键矿物很重要，要建立中国以外的，不要让它威胁防护的战略啊。他写的非常多，他说确立供应的防护战略，让来源多元化，促进 G7 的经济发展，市场应反映真实的成本，都是在讲中国。对，要联合起来对抗中国垄断，中国把全世界都买不到稀土嘛。再第2个问题就中东嘛，所以整个 G7 只有2个议题。中国跟伊朗，你看多好笑！本来是一手好牌，全世界本来都要倒向他那边了，结果他1个打10个，他以为他自己叶问。你打中美国也就算了，你们2个打，为什么欧盟也要把人打进去？所以欧盟就很不开心了。所以欧盟现在干什么事？我本来7月24号到25号之间要到北京去见习近平哦，对，冯德莱恩呢要跟他见面哦，双方要变成一个高峰会哦，本来好好的谈一下多边贸易的问题。结果你现在搞的稀土让我觉得很不开心，因为我整个欧盟现在稀土非常惨，我不开这个会了。这样，原本中国想说，我跟美国打，欧盟如果来帮我赚到了，就一个稀土在 G7 完全翻转，原本要跟我来见面的，
完全都翻桌了，不来了。你很风光嘛，你很难打嘛，你打川普就好，你干嘛把我欧盟也打下去？像欧盟不爽了，就是你为什么一个要打10个？结果现在欧盟不开心了，所以你现在看一个局，你就看得清楚了。人家 G7 定义的很清楚哦，你中国如果帮伊朗化，恐怕是会一个大问题，因为 G7 很清楚，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现在 G7 7大工业国已经结论是这样了，对，再来表态支持以色列。你看一个地方的关键就看得很清楚哦。半岛电视台它代表阿拉伯世界的声音，结果它头版竟然做一个新闻是要求用川普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代表什么？他支持这些结论，要求伊朗尽快投降，这是阿拉伯世界的声音哦。所以如果中国还继续干下去的话，那就一个大笑话会出来了。你现在你不仅得罪 G7， 你连阿拉伯这些国家、中东的油国，你都可能被得罪上哦。而且可是中国的外交部已经讲了，他们是力挺伊朗哦。他说你这个行为叫做拱火浇油。对，完全不怕，然后就是认为美国的施压是激化矛盾、扩大冲突。可是你看哦，人家阿拉伯世界是支持川普的施压，要求他无条件投降哦。所以现在川普又在设坑了哦。你现在你帮着伊朗跳进去就惨了，你跳进去你就又打了七大工业国，你又打了中东国家，所以你又全部又都得罪。那得罪会多惨？现在他真的惨的要来了。人家冯德莱恩说，川普才是最对的哦。中国才是问题哦，中国才是问题，然后不要跟他对话。接下来有什么东西就要开始干了。你电动车本来中国现在不是很惨吗？比亚迪到处去割中国的供应商跟供应链的韭菜吗？现在我要求不跟你谈了。你中国本来供应链可以卖很多东西过去了，我第一个电动车不谈，还有一些医疗车器械也要禁止过去，所以变成是。你说了没错，中国现在是泥菩萨过江啊，自己已经变成7大工业国对付，完全都被封锁掉了。所以13兆的中国货跟中国汽车，恐怕这些贸易谈判，它现在就会被阻在外面。所以中国现在问题惨不惨？跟伊朗一样的惨。建敏，真的是以色列这一次跟伊朗打，全部的国家都在看，中国跟俄罗斯已经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现在才发现一件事情，现在中东的航运大乱了。我心里想，今天看到这件事情，我想说为什么会大乱？原来这是一个 GPS 干扰到什么样的程度？出现了陆上行舟，等于是大家定位都乱掉的情况之下，导播我们看到画面，船就直接撞上，船撞了之后，整个就烧起来了。所以你看到这些画面，就是真的显现出，在这个战争的背后呢，以中东地区的波斯湾在那个荷姆兹海峡的周遭，波斯湾啊、阿拉伯的这个这些海上的航运啊，这些船只会撞在一起，不是没有原因的。对，因为它的 GPS 定位全部都乱掉了。不信你看这一张图，你刚看到的那个是波斯湾荷姆兹海峡，在伊朗很靠近伊朗海岸的附近的这个 From the Eagle， 它其中一艘航运公司的这个货轮，它跟另外一艘航运公司的这个货轮，2艘船就撞在一起。对，你看的这整艘船撞在一起之后呢，那个引起熊熊的大火，整个大火黑烟啊串烧直冲天际，波斯湾很多地方都看得到。那据说本来那一艘其中一艘 From Eagle 那一艘货轮呢，它的定位竟然是在靠近伊朗的这个海岸边边。可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波斯湾里面，就跟其他的船撞在一起？完全差太远，出大包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怀疑说，别的船根本看不到它？对，似乎没有了它的位置。那突然眼前看到一艘大船出现的时候，怎么船上面没有这个位置？我前面的海是空空的啊，那就撞了，来不及了。那所以这个航运公司执行长才会讲说，现在这个整个干扰啊，使得这个波斯湾地区的风险升高。我刚刚讲的那一艘 From Eagle 它前面另外一艘 From the Taiwan 的这一艘货轮它的定位现在也出问题。对，它的定位竟然是出现在陆地上，出现在俄罗斯，它的一个定位出现在俄罗斯，它实际的位置，我先跟大家讲，它实际的位置在这边，对，这是不是波斯湾？对，那它之前的那个另外一艘姐妹船是在这一带跟人家撞到，对，那它现在自己是在这里，那结果呢？你现在看到这个位置是它实际的位置，对，但它的 GPS 定位跑去哪里？跑到俄罗斯的一艘内这么远的地方，在俄罗斯的一处盛产大麦跟甜菜闻名的一个农村地区，变成陆上行舟。天哪！一艘货轮怎么？你告诉我会跑到俄罗斯生产大麦跟这个甜菜的地方呢？这不是很瞎吗？对，大家会觉得奇怪，那 GPS 为什么会跑到那边去？我跟大家讲，尤其是打仗的地方，
打仗的地区啊，有些军舰，还有它的这个海上的舰艇跟水面下的潜舰，它在出没的时候，它为了不让敌人捕捉到它的定位，它不但自己会关闭掉它的定位，它会用一些电子战，会用干扰的这个战术，让它跟它自己周遭的一些海上的行船的船只定位都跑掉。那刚刚我跟大家讲。黑海地区因为这个俄乌战场的关系，所以曾经这个 GPS 定位也是这个出现这样大乱的一个状况。但还有一个危机哦，它造成了当地的这个生态的浩劫啊！你要知道那边的直接受害的对象就是海豚，因为呢这个船呢，不管是军舰，还有尤其是水面下的潜舰，它是不是有声呐？是不是有那些所谓的这个声波？它会在那边不断的去传出声波，然后再打回来，尤其是潜舰。那这些声呐是不是造成这个海豚这个大洋中的鱼类啊，这个海豚啊，他们就要靠听觉啊，对，他们的听觉一下子会因为这样的失聪或者是失明，直接他就找不到定位，也找不到它的方向，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去猎食，没有办法猎食之后呢，甚至你看他会因此搁浅到了这个海滩上，所以他没办法猎食之后，他的免疫力他就下降之后，等待他的只剩死亡了。这个是乌克兰的一个科学家，他这几年不断在做了一个研究，所以后来他做了研究，他发现他这些海豚啊，它搁浅在岸上，他发现没有任何比如说被捕猎的痕迹，对，也没有任何这个比如说被渔网套住了，或者被这个船的那个它的其他的推进器把它所影响的割伤了都没有任何的伤痕。那他就由这个研究来判定说，几乎可以说是因为船的声呐，它的这些所谓产生的这个影响，让他整个听力都丧失了之后呢，他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一大堆潜舰，尤其是潜舰，都会造成这些海豚死亡。金平，我现在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讲是因为这种电子战的关系，这样不管是底下，甚至那个船所谓的 GPS 整个都乱掉，甚至连海豚都出现浩劫之外，空中也是。你看《金融时报》他说 GPS 干扰是利用杂讯等等的，而且呢，这种假讯号还会让这种空中的航班紧急掉头哦。对。这个是《金融时报》的报道，他提到了说，包括了俄乌战争啊，还有以巴的冲突啊，现在以伊又冲突了，还有缅甸的这个内战影响所致啊，这些战区的周遭的区域啊，也是 GPS 干扰发生频率最高的地方，还有或者是一个区域。那《金融时报》有说 ，GPS 干扰它是让你这个 GNSS 是我们一般的全球航空的这个航班，它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传输，然后你就会变成有一些干扰的假讯号出现了之后呢，它的航班呢，它就没有办法去这个，包括了它的这个在跟它联络的一些周遭的塔台，还有航班上的它的这个卫星定位系统，它都没有办法去显示说哪些是军用的这个军用的民航，哪些是民用的民航机，哪些是军用的这个航空器，就是没有办法分出军机这个跟民航机哦。然后尤其这种全球导航定位卫星系统，它的故障也会曾经迫使2架航空公司，芬兰的航空公司让航班在空中差一点要相撞，然后最后紧急掉头。像这个 GNSS 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它怎么去干扰这样的一个运作？它就在发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回向的时候，就是它的整个干扰的这个影响还没发生的时候呢，它就会被这个整个 GPS 战场的这个它的一个电子战所影响。对，影响了之后呢 ，GNSS 它就没有办法顺利把它的这个它的一个卫星定位的讯号发出去。发出去的话，它就会变成无线电的讯号是等于空白。对，然后呢，接着你看，如果是这边还有一架班机的话，另外一架班机在上面，它会不知道上面有班机。它下面的班机定位，它抓不到它的定位，出大事了，都飞到你旁边了。等到它离开远一点的那个战区的影响范围，就算它已经恢复它的 GNSS 的定号，可是它当时如果已经看到那架班机来不及了，不是跟它对撞，就是上下叠在一起。所以你看这多恐怖！所以为什么吴晓大家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或者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除了这种战区的 GPS 的干扰之外，中国的灰色侵扰从来没有少过，现场已经够了吧？但今天更离谱、更离奇、更恶心，会不会这样讲？给我拿这种病死猪直接飘过来金门，最后是病死猪里面还验到什么？非洲猪瘟，这不是要搞死我们台湾人吗？是我们的卤肉饭保卫战又即将开始哦。这个是在6月14号的时候，金门这边竟然发现到有一只猪只漂流在海上哦。
就后来就请那个我们农委会过去，然后呢就发现说，哎，这个猪只身上竟然验出了这个中国流行的第2型的病毒啊，也就是非洲猪瘟啊。这大概是我们今年发现的第一次这个病死猪靠近我们金门这个海域，然后竟然是罹患了这个非洲猪瘟的病死猪哦。然后呢，这大家就非常紧张，然后就开始针对这个发现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些病死猪，对，周遭大概有10公里金门的这些养猪户进行全面性的盘查哦，就还发现这一些目前为止这些猪只都还是属于健康的。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哦，从6月14号到这个6月23号，大概9天到10天左右哦，这个金门的这些猪只以及这些相关的产品哦，都不要的进口到我们台湾来。这真的太夸张，对于我们来讲。这对于根本是中国的病毒恐攻了。是啊，事实上莫名其妙。金门真的承负着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压力，除了就是它本身在地缘上面临到中国的第一线的挑战之外，包括各种中国的一个灰色地带的攻击啊，病死猪这个部分，我们先姑且不论它是不是有意的，但是起码这个垃圾公台，哇，这个不可，这个就是过分了，你知道吧？这个人家说拉萨包，他真的是用这个拉萨包，真的是用拉萨包来攻击我们这个金门前线哦。一年光是从厦门这边飘过来的这一些垃圾大概有500到600公吨哦，1公吨的处理机费大概要2700块，这垃圾太吓人了吧？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些垃圾，我们金门一年光要处理这些垃圾，竟然要500公吨到600公吨，而且我跟你讲非常荒谬，我们台湾离金门那么远，金门不可能就地处理嘛，它一定要运到回台湾那边处理嘛。台湾有300公里耶，他要先把这些垃圾500-600公吨的垃圾载到300公里远的台湾，然后再花钱处理。那问题是，明明是你们金门的厦门这边的是因为厦门的垃圾，照理说你们厦门离你们自己处理关我们什么事啊？而且你知道吗？厦门离金门最近才5公里，我就把你的垃圾物归原主，你知道他这样呛什么？你这个垃圾又没有写字，你怎么能证明这些垃圾是我们那个中国的？不好意思，上面就有写字，因为浮筒上面有写字，是写简体字。对，然后就说，那个有写字啊，是你们的。没有啊，你怎么证明？那搞不好是别人，你怎么可以？反正就是给你欢呐，然后就不要，就不认领，然后不处理，然后就那边搞到现在就变成是我们每年光是这个垃圾处理费，真的还是一笔支出哦。然后现在更可怕的来了，因为他们就说这个相关的那个就非法的这一些违法珍珠啊，什么珍珠鱼就科棚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对，所以人家就讲到说很可怕，这个金厦的大桥因为有国安的问题，然后禁止，所以没有盖成。搞不好金厦的科棚桥啊，就是刚提到这些科棚，搞不好就那个面积越来越大。那因为它所在的位置我们就讲嘛，金门其实还有更前线叫小金门，对，它在小金门跟厦门市中间养的这个科棚区域，对。然后现在科棚区域就觉得说，就是越来越大，但是他们现在跟你讲另外一个，你不要说是我们自己养的，你们金门很多人也是养的而且这个科棚有的，你知道现在甚至有一种状况是什么状况吗？就是我们金门人的科棚是合法的，但是旁边他们就弄非法的，所以就合法掩护非法，非法掩护合法，所以我们去年不是有那个渔船翻覆事件吗？就有人说，那个渔船事实上要去照顾去弄那个科棚的，对，是非法的科棚，但是科棚跟非法合法已经混在一起，所以这个科棚的这个危机已经真的看起来要变成另外一种海上的两岸的危机。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